灵飞长老，云木仙姑，我查到了炸我广寒门三重山附近的3座仙观的凶手，竟是青丘国的世子竹离。荒唐！青丘妖族简直欺人太甚！他们趁我阿姐命星陨落，凌霄师兄在说可摘星辰封阵，真以为我们玄门无主吗？我们绝不能侵扰到他们！就是，绝不能侵扰，绝不能侵扰！如今这妖龙不知去向，区区一只九尾狐就能在我玄门的戒备下偷渡黑河。这狐妖，我亲自去抓！吴心莲离开宴会已久，我再难准确寻到他所在之处。宴会，你到底在哪里？你到底在哪里？你逆着方向，我看不清。发染尽离丝，闲情两景。指缝间一阵阵划过你我年轮，清风散离，落雁会消声。画着你的剪影，一遍又一遍，吻着你的侧脸，一幕又一幕。黄昏醉了相思，仿佛过一声叹息。此生一瞬交集，只为遇见你。他威胁你。走，快点，白教授！不行，不能在玄门待着了，我们得赶紧过河。如今玄妖两界，守卫森严，等我们过了河，天妖说不定就没那么容易追上。到了青丘，说不定就能甩开他。任由他如何强大，这黑河可不是随便就能用术法渡过的。走，赶紧砍竹子。你不是说干红竹吗？怎么也是绿油油的？我们到底砍对了没有啊？应该没错，地图上标记的就是。宴会，我帮你准备好了。啊？你是怎么找过来的？能够躲开玄门去青丘的渡口，只有这一处。青丘？谁要去那种地方？我不知道你对宴会做了什么，但我知道，你一直想带她去青丘。这刚红竹与普通竹无异，砍断之后就会变色。我当然知道啊，你以为我砍错了啊？你这个人怎么阴魂不散？与你无关。怎么就与我无关了？我跟他怎么说也算是生死之交了。杀了他，逃出护心林。现在他的事就是我的事，他不想见你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宴会，
辉这是怎么了？燕辉，你已经取走了护心灵，你还想要什么？你非要对我赶尽杀绝吗？我没有。为什么要对他苦苦相逼？你什么呀你？当初燕回跟你表白，你跟他道歉的时候，我以为你是无法回馈他的心意，所以道歉。抱歉。现在看来，你那时候就有取走护心灵的念头了吧？原来你那个时候是在为我的命而道歉。不是这样的。他已经没有什么值得你惦记的了，放过他吧。你让开，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。你别让！我不会让开的。燕怀，我想单独与你说。你还想单独？白小生，我知道，虽然现在我们打不过他，但我们两个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你可千万不能在危险的时候弃我而去啊！燕辉，你放心，我能像他一样吗？嗯？罢了，我先助你渡河。别，你别过来！燕辉，我们走。白小生，九尾狐，你谁啊？你谁啊？不长眼睛啊！吾乃青丘少主，尔等若是能助我击退玄门人，回去必有重赏。你有那个大逼！他们来了，给我拦住！不要，哪里跑！凌飞，燕回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好啊！你不仅勾结妖龙炸了永州城，还勾结妖狐削了我广寒门的三重山仙冠。不是这样的，说起来很复杂，我不知道你信不信，反正我你这玄门的叛徒，我今天势必让你死在我的剑下！等等，不如借此机会让凌飞缠住天耀，我好金蝉脱壳。师叔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，都是他，他就是妖龙，就是他挟持我炸了永州城，还和狐妖连结，炸了广寒门3座山头。对，就是他，我可以作证。是我又如何？我要杀了你，替我姐姐报仇！干嘛？你们摆平那群玄门人了？听得传吗？我只是觉得我们3个人一起渡河更加安稳一点，你觉得呢？哎，对呀，对呀，对呀。言之有理啊！走。白小生，你没事吧？你快把自己和厨房绑一下，别一会儿掉下去了。来，燕辉，白小生，太危险了，你管我！说什么胡话！
你不会护心里没有掏干净，还要再掏一次吧？不是，我对你没有图谋。不是，我知道了，我懂了。你定是觉得你取回了护心里，要做龙了，要威风了。以前那些难堪的事情，不想让别人知道，想杀人灭口，是不是？你放心，今天就此别过之后，你以前那些难堪的事情，我都会烂在肚子里，不会跟任何人说的。耀辉，你放过我吧。我不会害你的。不会，这话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？在龙骨镇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也这么跟我说过？你不会又骗我吧？护心里于我而言不过是鳞甲一片，不拿也无妨。耀辉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你不要说了，我不信。但这一次，这次我不会再相信你了。你对我做的事，和素影对你做的事，本质上有区别吗？我从未对你行素影之事，可你却变成了第二个素影。我没有把你钉在椅子上就不错了。对你而言，我已经没有利用的价值了吧？求你放过我吧，我也不想再看见你。你别跟着我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你有病啊！哎，你个白眼狼！我求你，你不但没有感恩之心，还骂我！白小生，白小生，耀辉，你没事吧？好害怕，好害怕再也见不到你。没事没事，这不是好着呢吗？哼，你们俩感情真好，还真是百年难得一遇的玄妖情侣。哎，姑娘，感谢你刚才出手相助，本世子呢还是很懂得知恩图报的。这样吧，就准你们随我回金秋王宫领赏吧。不用了，救你呢只是顺便，我们呢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做，咱们就此别过吧。哦，好吧。哎，等一下！要拿的东西就在金秋王宫啊！你如此盛情相邀，我们去也无妨，是不是啊？赏还是想领的吧。走了，本世子大度，也不像什么其他妖怪一样看不起你们玄门人。是。那跟我走吧。
这一路折腾死我了。哎呀，总算回来了。傻子，有人保驾护航事还是好办的。走走走。哎，小生，你衣服怎么在我这儿？还不是半夜怕你冷，给你披上的。哎呀，快拿回去吧。哎，不用，我不冷，你披着啊。哎，这尹阳对你可是真好，还去采了瓜果回来。想不到你还挺会照顾人嘛。我可不对其他人这样啊。你们有没有感觉，好像有人跟着我们啊？清修怎么会有人？都是妖怪，别疑神疑鬼了。哎，燕环，快跟上。拿着，给个好吃。哎呀，你怎么变得这么喜欢摘果子啦？不是怕你饿吗？他也摘，你也摘，撑都撑死了。还有人，真有人跟着我们。吃你的果子吧。我们走我们的。累死我了！我说你们赶路怎么都不听我的话，绕来绕去的走，这要什么时候才能到清修王宫啊？哎，那家伙像个狗皮膏药一样，甩都甩不掉。啊？我以前也试过甩他，上山下水都不行，更别说我们就绕了这么点路。不是，等等，我跟你们这么久，何时就被甩掉他啊？不然我们疯了。早说，我去骂走他。哎，我说你这个妖，都不害臊吗？都让你别跟了，你怎么还跟？我知道，你无非就是看上里面的姑娘了呗。但我告诉你啊，做妖要有做妖的分寸，不能因为年纪小就胡作非为。你看我做什么？看我就不敢骂你了。我告诉你，人家两口子关系可好了，硬要往里插一脚，你不害臊吗？他们不是两口子。切，那也不影响你是第三者。我不是第三者。你还狡辩？哎，你不是第三者，人家会跟那位在一块毫不搭理你啊？人家姑娘可不喜欢你了，一路都绕着道走，你怎么还敢？现在这个世道吧，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像你这种小妖已经厚颜无耻到没有底线，哎，不喜欢你了，你非要缠着人家，哎，那影妖对他多好啊，对他百依百顺的，人家那才是天生一对。你干什么？你要动手啊？我有说错吗？还
还算有点自知之明啊。赶走了？怎么赶走的？骂走的，你怎么骂的呀？就骂他不要脸，就这么简单？就这。你才不要脸！烟回，换小烟，你是哪儿冒出来的东西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一直都在啊。此前过黑河，我就在戒指里，一直被龙主带在身上。方才趁他不注意，我就自己从戒指里溜出来的，龙主不知道。还有人叫龙主这个名字，他怎么不叫鸡主、鸭主、大鹅主？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次！我看你最不算个东西，一直在这絮絮叨叨没完没了。他们不理解他也就算了，你竟也在这里狗仗人势，落井下石。你妈谁狗呢？老子是狐狸，荆州王族大国主之子，9尾血统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在老子面前这么说话？哼！你在老子面前也敢提什么青丘王族，什么国主之子，死后还不是一抔土？你看在老子面前提老子，看老子不好收拾你！你还敢给我动手？一个青丘的世子，一个幻族的独苗，都是有王位要继承的。可这闹啊！我看这青丘迟早像玄门一样要完蛋喽。好了，别吵了。好了，不要再吵了。看在我救别人的份上，不跟你计较。我要你嚷！我今天教你做个妖了。哼，大半夜这么有精神啊？要打出去打。换个姿势，不许学我。啊，小浣妖，这我就不理解了啊！他是糊涂的，就算他不知道前因后果，他都选择站在我们这边。而你呢？你是亲眼看着那条龙捅进他的心口的。什么？他还捅你心口？啊！你叫什么叫？哼！现在不明是非的小妖真是越来越多了，什么人都帮着说话。哎，你懂个？过来，烦人！燕回，我是真的觉得龙主他挺不容易的。龙主他回来之后就一直记着找你。哦，他还被你师父打了一顿。我师父？陈新山凌霄真人，我听龙主是这样叫的。他来了，他去哪儿了？不知道。他好像知道你出事了，来了就把龙主打了一顿。龙主他本来就有伤。他是问你在哪儿，你就回答在哪儿就好了。不知道。或许他真的以为你死了，就又走了吧。那看来得给大师兄传个消息，莫让他们担心了。不需要吧？之前在高红竹林不是见到林飞了？他回去肯定会好好宣扬你还活着的事情。也对。哎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你师父打龙主之前还发生了一件大事，他之前对你下手是因为素影。我知道。你知道啊？素影真人被妖龙钉在广寒门主座上的消息，全天下人都知道了。那天我赶回龙谷，看到一片狼藉，联系前因后果也能猜到，素影肯定是做了什么刺激他的事，他才会如此。那素影实在是太心狠手辣了，他杀了韵韵。韵韵。那个你们进来的小道西边的山壁上，有一种开兰花的玲珑草，能治灼伤。别难过了。抱歉，燕灰姑娘。素影杀了韵韵，还带走了所有小精灵来威胁龙主，所以龙主才会那样做的。那样做，确
确实是唯一的选择。那其他小精灵呢？后来怎么样了？救回来了，龙主把他们送到了安全的地方。烟魂，我知道了。好了好了，走走走，让他自己进去。走啊！你先回去吧。烟魂，知道前因后果，你就心软了吗？我能做到不恨，就已经到头了。抱歉，今日才知道你去了另一个世界。云云，希望你在另一个世界，可以像在龙谷一样，有可可爱爱的小伙伴，过得快快乐乐的。这里没有蜡烛，也没有你最爱的小葵花，只能找来一些树枝，还有山间的野花，来祭奠你了。对不起，没能保护好你。不过素影已经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，你的龙主已经替你报仇了，你在天之灵也可以安息。我总算明白，原来那天晚上天要刺我心口，桃湖心里也是无奈之举。真正的罪魁祸首应该是素影，我或许应该原谅他。但我一看见他，我就害怕，就忍不住会想到可怕的事情。我恐怕再也无法好好面对他了。云云，对不起，你别怪我。气死我了！龙主，龙主，哎呀，我刚才在山洞里没忍住，就把韵韵的事……我知道。但是龙主，燕回这次好像真的打算不理你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我寻他，本是担心护心灵离体会危及他的生命。如今，我只想将他护送到青丘，确保他一切安然无恙，我便会离开。啊，这……从此以后，正如他所愿，两不相欠。可是龙主，你真的不会难过吗？莫不是早上才刚走，还想在后边跟吧？你，
不是说把人骂走了吗？你看这火刚熄的样子，像是把人骂走了吗？不是，这我也不知道他脸皮怎么那么厚嘛。算了，我们先走吧。哎，等等，你别带着我绕了，我带你们走。我知道有一条近道，但是平时不大有人走，可能是有点危险。那个，顺便可以甩掉他们。早说带路啊！我都想打你了。快，这边。哎。你们俩快点儿，快点儿！这小狐狸体力怎么这么好啊？不是他体力好，我可以感觉到这里有一股业力与我们体内的黑气隐隐相斥。我还真不知道青丘有这样一个地方。如果这个地方真的有这样一股业力的话，那说不定青丘真的有能克制黑气之术的办法啊！喂，你们再这么磨蹭下去，这近路走成远路了。不行，我跟你说，我是真走不动。哎，你这个妖怪，渡河也不行，走路也不行，你怎么就看上这么个病弱的妖怪？我们初来乍到，水土不服，理解一下。再坚持一下，走过这个旷野就到齐牛王宫了。到那要啥有啥。走，走，走。我刘姐，哎呦，怎么啦？真不行了，再歇会儿吧。你这个腰也太不行了吧！我也不行。怎么你也这样？好累，好晒，好渴。那就歇一会儿吧，好晒就一会儿啊。谢谢啊。有这片阴影遮太阳，舒服多了。没事，没事。才不是他呢！幻小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这小妖怎么阴魂不散呢？就你这小短腿，还想甩掉我呢？你天真！都怪你们！哎，你臭狐狸，不许凶宴回！龙主知道你不想见他，特意让我把这个给你。拿着呀。还有啊，天上的这片云，也是他用法术驱使过来给你遮阳的。之前你渡河的时候，他怕你着。你说你一个青丘王子，怎么一口水都搞不到啊？啊！竟然让一个幻族的小妖有机会来这儿献殷勤，这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是幻族的地盘。狗屁！不就是一壶水一片云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们给老子等着！老子今天晚上非让你们吃上大餐！净会说大瞎话！你敢跟老子比吗？比谁的晚餐更丰盛？比就比，谁怕谁啊？小短腿！哎，你等等我，别耍赖！小短腿！
什么破玩意儿？咱别喝这个。夺回护心灵。叶辉，来，我们走吧。哼，什么破玩意儿？咱别喝这个。 杀了他，夺回护心灵。你莫不是对他心软了？怎么有一个声音在我脑海里？那天你那么急着跑回去，到底换回了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我记得。啊，自从这个黑花长出来之后，神智总是有点恍惚。果然，宴会时还有些异常。莫不会是黑气之主？让我进你识海看看。想不到，这彼岸花竟然生长得如此迅速，才不足1个月，就有将我识海覆盖之势。果然是他。黑气之主想要用彼岸花的花根来操纵你，等到时候彼岸花遍布你的识海，你便会沦为他的提线木偶。原来他跟我说的3个月时间是这个意思。什么3个月？他让我3个月之内帮他夺得护心灵。啊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怎么现在才讲？我又不打算按他的做。再说了，那龙现在厉害得很，我何德何能与他一争？你听好了，那条龙现在对你满怀愧疚，你都不用动手。知道护心灵在哪儿？它就在你的嘴上，你只要问他，他就会给你了。我不想要。燕回，我求求你别赌气好吗？现在有什么事情比你的性命还重要啊？我不是赌气，我不想要他的东西，而且也不想再跟他有任何的瓜葛。护心灵本就是他的东西，他迟早会拿回去的。再说了，现在有青丘秘宝可以帮助我们解除黑气之主的控制，我们去寻便是，不需要他人的帮助。好，我会帮你的。别跑！超火烈！等等我，你别跑！你还笑？你这还追我？这什么鬼东西？烫得我这么疼！一个烂木头，我给它扔掉。这好像是我阿娘的东西。你阿娘？我阿娘名唤雪里，乃是青丘国主夫人，尊贵至极。青丘举国只有她的东西能篆刻领字。领字？你阿娘的东西怎么会出现在这么偏僻的地方？恐怕要回去问问我爹才能知道。还是下不了手是吧？那我帮帮你。你阿娘的罗盘是干什么用的？既然是罗盘，那当然是指明方向的了。那很普通嘛，
还是我的换妖戒指更厉害？你看，我的罗盘厉害，我的戒指更厉害。我罗盘厉害，我的戒指，罗盘厉害，我的戒指厉害，罗盘，戒指厉害。都跟你说罗盘，他生气了。一个罗盘有什么好生气的呀？你这罗盘，你这罗盘。怎么回事啊？嘘，别说话，不要动。刚刚那是白小生。被吸进去了。这是哪儿？不对劲啊！怎么会把他们吸进去呢？这不可能啊！哎呀，你在说什么？你赶紧想想办法救他们！你阿娘的东西，你打不开。 谁在那儿？这里太诡异了，不可久留。这是……天辉。 我和颜回刚才好像是被一个法器吸进来的，这里应该是法器里的空间。这是何物？出去了吗？雪里，雪里！你骗我！ 是谁在我脑海中说话？
好像在对我施法。他是谁？为什么这个女子看起来这么悲伤？我心中为何会如此愤怒与悲凉？我知道了，他使用的术法是陈星山的术法，他在封印我。可他为何要封印我？人呢？应该快出来了吧？你到底行不行啊？我行，我怎么不行？怎么消失了？燕怀，燕怀，你不要过来！燕怀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现在特别想逃你的护心里，你离我远一点。你想要护心灵，我可以给你。你滚开！我不要！你别动，这里危险，我们先想办法离开此处。你才别动！我说了，我现在想逃护心里，但我又不想逃护心里。我知道我说的很乱，但我就是不想再和你扯上任何关系。我现在是真的看见你就难受，你离我远一点，我害怕。你没有死过，你根本就不懂。我看见你有多害怕。护心灵的事，是我不对。人呢？能放出来吗？燕怀，怎么是你？燕怀呢？你还敢跟我提燕回？我还想问你呢。你都捅过人家心口，为何还要装作一副关心他的样子？还释放了这个结界，连我也想一起弄死。我未曾想过害他，这结界与我无关，我也被困住了。你说这话就奇怪了。你那通红的剑，冒着灼人的火焰，剑刃比我胳膊还要长，你就这么往别人心里搜？你不是想害他，难道你是在救他吗？你不该让黑旗之主救他，这是在饮鸩止渴。没有你那刀，何必要饮鸩？还是你觉得我就应该把他留在地上，看着他去死？要我说，你要是真的想补偿他的话，就把你那护心灵还给他。护心灵我会给他，但你已经让黑旗之主救了他，为何还要我的护心灵？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想瞒你了。他靠着黑旗之主的力量而活，黑旗之主有令，若他不带回护心灵，便不会留他的命。
所以若我是你，今晚就自觉一点，别再让我操心了。他此前一路皆是正常，唯独今晚突然黑气四溢，想要掏灵。哼，是你对他动了手脚。是又怎样？我给他护心灵是为了救他，不是为了满足黑气之主。舍不得了。如今他黑气入体，黑气之主让他来掏灵，你确定拿回了护心灵，黑气之主就能放过他吗？你与他演过北郭先生的故事，你可知还有一个故事，叫与虎谋皮。若想要救燕回，必须先去除黑气，再放入护心灵，方可让他同时拥有生命和自由。我来。要开始了。燕回，你别过来！我现在杀心重得很。好像没那么烦躁了。那就好。燕回，有一件事情，我必须要向你坦诚。今晚黑气的爆发是我引的，但我们被困此处，定是因为那妖龙。你为什么这么做？我想让你去掏他的护心灵。你大可不必如此。你不是说我们只要来青丘，找到了那个什么幽冥赋，就可以摆脱黑气之主的控制吗？那是我骗你的。那个时候在龙谷，我重新归来，我不能直接告诉你我跟黑气之主的关系，只能骗你来博取你的信任。后来在迷雾森林外，我又不想和你分开，所以即使我们找到了幽冥赋，也摆脱不了黑气，也不可能摆脱黑气之主。那也不是。我之所以来到青丘想要夺此秘宝，是因为黑气之主极其看重此秘宝。我原本的打算是拿到幽冥赋之后，拿着幽冥赋去威胁他，换取你的自由。否则，我愿意与这个秘宝同归于尽。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？除了拿命一搏，我不知道其他救你的方式了。经此一遭，我算是明白了，没有什么值得你拿命去换的，我也不值。不，你值得。不，我不值得，自己的命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们可以想想别的办法。今日听你说黑气之主想要护心灵，我曾经也想过这个办法，把护心灵给他，换取你的自由。但是后来想想，我们还是别这么轻信他吧。这些事情等出去以后再说吧。方才被黑气控制，还没来得及好好观察这个地方呢。波动表盘可以到特定的地方，除此之外，空间还会自行变换。你说的表盘是这个？就是它。你写什么？我丑。我牛。这表盘怎么还骂一个夸一个？依我的分析，我做错什么了？这表盘的意思是……哎，燕回，你阿娘的东西到底怎么玩啊？燕回，燕回。
怎么又是你？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你就想用这结界拆散我与他？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不是我。除了你还能有谁？燕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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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想干嘛？你别过来，离我远一点。哎，你别给我弄坏了。燕回，燕回，刚才空间变化杂乱无章，现在又戛然而止。难道外面有人在操控这法器？5变成了3。我们这么做好像没什么用啊。燕回，又是你，你不要过来！你体内的黑气被压制住了。你今日之所以黑气暴涨，是因为白小生。你不用跟我解释，你无非就是想提醒我离白小生远一点。前因后果我都知道，他这么做也是为了我。抱歉，把你牵连进来。你的护心里，我是真的不想要。今天的事，我替他跟你道歉。实话跟你说吧，我知道你的苦衷，也理解你的做法，但是没办法，我一看见你，我就害怕。你之所以借黑气而生，都是我的过错。我只想帮你解决你身体的问题，然后我会离开。你若是害怕我，我可以不出现在你的面前，不会给你造成负担。当真？一如来青丘的这一路，那你离字据。你逆着方向，我看不清。我乃玲珑天妖，原本命途孑然，幸于燕回，屡次救于危命。我感念于心，无以为报。今只有幽冥赋，愿倾力相争，并拱手相赠。你放心，帮你找回身体这事儿，我记在心上了。画着你的剪影，一遍又一遍。这一次是没有任何外力干涉，真心实意的、单纯的、真诚的，心悦于你。此生一瞬交集，只为遇见你。而今缘尽东西，江湖不复见，黄泉不相逢，立此为据，日月同明。一杯离人泪，几人尝过？年年日思月，终难成全。青山绿水之间，
华年春老，深情不变。江湖不复见，黄泉不相逢。绘着你的剪影，一遍又一遍。很好。吻着你的侧脸，一幕又一幕。黄昏醉了相思，仿佛过一声叹息。还有此物。一瞬交集，只为遇见你。多谢。我们还是想办法先离开这个地方吧。我在这里，一会儿看见你，一会儿看见白晓生，你可知这地方有什么规律可循？我看看你手上的表盘。3辰，我之前写的是丑。子丑寅卯，辰巳午未。你的表盘写的是地支，是12时辰。12时辰。那方才白晓生的表盘上写的是牛，莫不是12生肖？那你这个3是12月间，以北斗七星之斗柄、瑶光星所指的位置而见，在不同的时间、不同季节，会分别指向12辰，也就是12月间，就是12个月份呗。正月见寅，2月见卯，3月见辰，4月见巳。我手上的3就是3月，刚好对应你手上的辰。如此说来，只要地支和月份对上，我们便能出现在同一时空。那倘若白晓生的生肖也对上，我们3个不就是可以相聚了？说不定能找到出去的办法。对。子鼠丑牛，我把表盘拨回丑，那你12月见丑。对，那你拨回12月。如果没有见到的话，我们再拨回来便可。燕魂，你们怎么在一起？他说的果然是真的。说什么是真的？哎，停在一条线上了。燕魂，终于出来了。燕魂、龙主、白晓生，急死我了！我还以为你们要被关在里面出不来了呢。这个狐狸真是笨死了，倒腾半天也没倒腾明白。你不也没倒腾明白？我跟这东西又没有渊源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别吵了，我们这不是出来了吗？你的罗盘。哦，原来是这个东西，还把我们关在里面。狐狸精，你怎么这么对我们？我没害你们，罗盘还我！哎，又不是你的东西，你急什么呀？这罗盘究竟是什么呀？这个是我阿娘的东西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遗落在这旷野之中。雪脸。雪脸，你阿娘是雪脸？大胆，竟敢直呼我阿娘名讳！燕魂，你认识这臭狐狸的娘亲？我曾听师门的人说过，说陈星山有一位非常厉害的大师姐，连清广掌门见了都得喊她一声师姐。传说他老人家为了悟道，云游天下，没想到竟然来了青丘，还成了国主夫人。那是，我阿娘虽是玄门人，但对妖族并无偏见。她为了我阿爹来到青丘，就是为了寻找对付黑气的办法。只可惜，他已现世。你阿娘也知道黑气？当然，传说他还写了一本名为《幽冥赋》的旷世奇书，就是用来对付黑气的。
只不过现在谁都找不到。没想到海外大征兆得了个真消息，若我们真能找到幽冥符，说不定就能控制符印，到时候我们就不用被他控制了。幽冥符若是能对付黑气，尊者这些年来又为何让我找寻幽冥符？青丘国主也不知其下落。我阿爹应该是知道的，只不过他都闭关10多年了，我都许久未曾跟他见过。或许这个罗盘就是我阿娘研制出来去除黑气的法宝。你们被卷入罗盘之中，难道是因为黑气？怎么可能？当然不是啊！或许这个罗盘年久未修，才误将我们卷了进去。还能这样？哦，哎，都累了一天了，该回去休息了。我又不困。走着走着就困了吗？好了，哼，也不早了啊。我们3个人之间，是不是有一个人应该要消失了呀？他今天怎么这么识相？我们立了字据啊？江湖不复见，黄泉不相逢。早该这么干了。这黑气之主和雪里认识吗？不知道啊，怎么这么问？我好像在罗盘里听到了黑气之主的声音。尊者和大国主夫人能有什么关系？黑气之主，幽冥府，雪里，看来这青丘并不简单。是啊，就是因为不简单，所以你才要好好的跟在我身边。走啦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今日召集各位长老，是有要事宣布。妖龙伤害素影真人在先，9尾狐妖萧广寒门仙冠在后，如此肆意妄为，他们肯定还会有大动作。看来这妖族实在是欺负我们玄门太甚。没错，当年我们紫霄宗紫辰仙子失踪，想必也是他们搞得快。不可助长他们的气焰。对，真是太可恶了。如今这妖龙已偷渡黑河，逃向青丘。我已向青丘发信，若他们交出妖龙，我们玄门便不必与他们发起一战；但若不交，我们便越过黑河，踏平青丘。这玄妖2界数10年的和平，可是他们率先打破的。对，就是啊，愿听您贵人调遣。厨房，莫把我的书压坏。书，就知道你的书。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你这个身体要少熬夜，少忧虑。多晒太阳，多呼吸新鲜的空气。我知道了。你知道还这么操劳？你知不知道有一种死法叫猝死？大国主闭关多年，你要是倒下了，青丘谁来做主？难道
真指望竹林那个混小子吗？我没事的。没事。你这个眼睛比我上次来的时候浑浊多了，气血也亏。最近都做什么了，公子？可能最近比较劳累吧。长兰公子，赵公，公子正在医治眼疾，你怎能不经通传便径直入内？收到消息，玲珑天药近日已出现在我青丘地界。啊，天耀他来了。可玄门诸多门派也在三重山附近聚集，今日传来消息，要我们交出玲珑天药，否则便威胁我等再起玄妖之战。这些玄门人，此前便害了我们云溪公主，而今竟还敢如此咄咄逼人。以我之见，要战便战，我青丘断无被他们威胁的可能。罢了罢了，这些也都只是一些威胁之言，不会有什么实际的行动的。至于天耀，他要来青丘，一定好好去守护。这是自然，只是什么威胁之言便罢了。长兰公子，这些年你主事青丘，便是对这些玄门太过于温和，才让他们今日敢在三重山对我青丘大放厥词。这倒还怪起公子来了。与玄门这一战，赵公大可亲自前去啊。你区一个医师，也配多嘴此事？好了好了，你们都先别吵了。公子，赵公有事禀报，龙主已到王宫外了。啊，我现在还在治疗眼疾，那麻烦赵公为我去迎接天耀，先带他去休息吧。龙主造访，我自会亲迎。这个赵玉，仗着自己掌管青丘防务，对公子也太不敬了。赵公只是为人比较坦率，但他所言所行也都是为了青丘的。你呀，也莫嚼那么多舌根了，好吗？他说别的我都不认可，唯独说公子太温和这话，我比谁都赞同。公子，你就是对谁都太好了。来吧。哇！早就听闻，这青丘王宫建在巨树之上，没想到还真有这么大的树啊！没见过吧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看到的都是我要继承的，我厉害吧？哎，糟蹋了！你说什么？亡国之相啊！我哎，有人来了！来接我。哎呀，赵公，今日怎么能屈您大驾进来王宫外面接我呀？嘿嘿。哎！恭迎龙主！恭迎龙主！龙主，玲珑的龙，龙主的主，龙主，你们之前怎么不告诉我？不必多礼。龙主，我大国主如今正在闭关。你看他那个眼神，那个气质。安排龙主稍作休息。闭嘴。请随我来。钥匙。走吧。等等。你便是那个被陈星山逐出山门的玄门弟子，燕回。没想到青丘的人都知道我的名字。我青丘王宫不许玄门人入内。赵公，燕回他们在外面也帮我挺多的，让他们进去吧。玄门人不得入青丘王宫。让他们进去吧。你既然知道他的名字，就应该知道，是他与我一起
炸了永州城素影结界，释放了被奴役的万妖。既是龙主之意，龙主，请。我们走吧。哟，刚才不是有人说要继承这一切吗？现在我知道了，在青丘你还没那条龙好用呢。现在的青丘防务不都是赵公在管吗？而且，那人狼子野心，我阿爹正在闭关，他一直对主政的二叔和我颇有不满。以后你们在青丘得小心点他。看来你们青丘也不太平。